有人曾经问过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见过这么多市场起伏，什么样的信号最危险？我说最危险的信号不是坏消息满天飞的时候，是当所有人都在告诉你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的时候。好消息人人都能看见，但能看懂好消息背后那只手的，才是真正懂市场的人。最近这段时间，你一定在无数新闻头条上看到过这样一幅画面：中国、俄罗斯、土耳其、波兰，全球各大央行正在持续大规模的买入黄金，不是100吨、200吨，是连续2年突破1000吨。这是自196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2战后确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摇摇欲坠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记录。按照最简单的供需逻辑，有国家级别的超级买家不计成本扫货，金价理应节节攀升吧。现实是，无数跟着新闻满仓冲进去的普通人，在随后意料之外的剧烈回调中承受了严重亏损。2匪22年，尽管各国央行买单不断，金价却一度回调到每盎司1600美元的低位。那些读完新闻就冲进市场的散户，他们没有错，他们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和谁打牌。我在商场走了这么多年，从一个茶馆里端茶的少年，到后来管理横跨50多个国家的商业版图，有一件事我始终没有想通，为什么每一次大众高呼机会来了的时候，亏钱的总是那些最相信机会的人？这不是运气问题，这是认知结构的问题。你手里拿的那张牌和坐在对面的人手里的牌根本不在同一副牌组里。今天我想和你聊聊这件事，不是教你怎么炒黄金，我这辈子从来不做我看不清楚规则的游戏，我只是想帮你看清楚这张桌子上的牌究竟是怎么发的。第2章，央行在买什么？不是黄金，是一把锁。我年轻的时候，父亲常说一句话：买东西之前，先弄清楚你买的是什么。听起来简单，但你想一想，有多少人买了东西，到最后才发现买错了？各国央行大规模买入黄金，表面上看是一种投资行为，但如果你用短期收益的眼光去看这件事，你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主权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从来不以低买高卖为目标，他买的是安全感，是在极端情况下仍然能运作的能力。让我为你还原一段历史背景。1999年，欧洲多个央行联手签署了华盛顿黄金协议，排队出售黄金。为什么？因为那个年代美元信用如日中天，法币体系繁荣无极，黄金被当时的精英阶层视为野蛮人的遗迹，一块没有利息、不能升息的冷金属。那时候我也看着这些人卖黄金，心里没有动，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因为我记得一件事：任何一种资产，当所有聪明人都一致认为它没用的时候，就值得你多想一想。但真正让风向彻底逆转的是2非22年，俄乌地缘冲突爆发，西方世界动用金融工具，迅速冻结了俄罗斯中央银行高达3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这在金融史上是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所有人都默认外汇储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是主权国家的资产，无论政治风向如何变化，账面上的数字始终属于你。俄罗斯的遭遇告诉全世界，你以为属于你的美元国债，本质上只是美国政府签发的一张信用欠条。当两国关系出现严重裂痕，那张欠条随时可以被冻结、被没收。而黄金不同，黄金是物理上存在于你自己地下金库里的东西，哪怕全球最强大的国家对你发出制裁令，只要那些金条安稳地躺在你本国的地库里，它的购买力就不会受到一纸文件的影响。对于央行而言，买黄金从来不是为了预测它明年能涨多少，那是给国家买了一份防灾保险。
你会因为家里今年没有发生火灾，就抱怨当年买火灾险是亏本生意吗？央行也不会，哪怕金价今天回调20%，这些国家依然会继续买入，因为他们买的是底线安全，不是短期价差。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开始理解为什么央行大买黄金这条新闻和散户应该跟进买黄金这个结论之间存在着一条根本性的逻辑断层。你以为你在同一张桌子上，但你根本进错了房间。我做生意这么多年，最深的一个体会是，很多人输不是因为判断错误，是因为他们连自己在参与的是什么游戏都没搞清楚。黄金市场里有一个你必须知道的结构性事实，在这个世界上有2种黄金，一种是真实存在的、有重量的，锁在地库里的金属黄金。人类文明有史以来从地壳里挖出的黄金总量大约只有20万吨左右，而全球金矿每年的新增产量也只有3000到3500吨。另一种是存在于纽约商品交易所，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伦敦金银市场协会以及各类大型黄金基金里的纸黄金数字化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在计算机服务器上高速流转。这些虚拟合约的日均交易量是实体黄金全年开采总量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每天在屏幕上对冲的合约总价值轻易便能突破数千亿美元。而这里还有一个行业内鲜少公开讨论的事实，在期货市场里，真正走到实物交割这一步的合约比例常年维持在1%以下，绝大多数参与者只是在合约到期前平仓了事。那些主导黄金价格短期波动的，不是各国央行存在地库里的实体金条，而是华尔街屏幕上那串杠杆数字。掌控这些天量合约的是大型投行、对冲基金以及装备了高频交易算法的超级计算机。这些算法通过光纤网络，在微秒级别读取非农就业、核心通胀等宏观数据，在人类大脑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就已经倾泻出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抛盘或买单。你端坐在家里，拿着几十万的积蓄，看着央行买黄金的新闻，满心欢喜地点击买入，以为自己在跟大国央行并肩作战。但你的交易对手是那些技术高度发达的量化算法机器，他们不看新闻，他们在你看新闻的那一刻就已经对你的情绪定了价。我有一个朋友早年在香港做生意，有一次他跑来问我，嘉诚，我进了一个新市场，感觉很有机会。我问他，你认识坐在你对面的那个人吗？他愣了一下。我说，如果你不认识，你就是那桌里最容易输的人。做生意如此，投资亦然。我年轻时没有读过大学，但我一生都没有停止读书。有一类知识是商场实战里逼着你学会的，那就是真正主宰价格的底层逻辑。黄金有一个天生的弱点，也可以说是它的本质特征，它不会升息。你花大量资金买下一根金条，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它不会像优质的公司股票那样每年给你派发股息，也不会像政府债券那样每半年支付一笔利息。10年后你打开保险箱，它还是那一坨冷金属。所以当你决定把资金换成黄金，你同时做出了一个机会成本上的让步，你放弃了拿这笔钱去赚取无风险利息的机会。在宏观经济的世界里，衡量这个机会成本的标准叫做实际利率，算法极其直接，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这条公式是过去大半个世纪里金价起伏最可靠的导航仪。回顾历史，1970年代美国深陷严重的滞胀时期，虽然账面利率不算低，但快速攀升的通货膨胀导致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利率长期为负，也就是说，把钱存在银行里，购买力在悄悄流失。在这种环境下，黄金从每盎司35美元大幅上涨到800多美元的历史高位。到了1980年代初，
联准会、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负责美国货币政策主席保罗·沃尔克顶着经济衰退的压力，将联邦基金利率拉高到20%以上，实际利率瞬间转为极高的正值。结果，资本大量流出黄金，转而拥抱高息美元资产。金价此后开启了长达20年的漫长下行周期。这个规律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再次重演。量化宽松把利率压至0附近，实际利率转负，金价被推上每盎司1900美元的高位。2020年疫情爆发，剧本再次上演，金价更是创下2075美元的历史新高。然而，当2022年联准会开启快速加息周期，将利率拉升至5%，实际利率由负转正，那些对利率最敏感的专业机构毫不犹豫地在纸黄金市场大规模减仓。这股来自纸黄金市场的抛压，远远超过了各国央行在实体市场里每月约60亿美元的买入力量。如果把金价的上涨比作一枚试图冲向高空的火箭，那么实际利率就是那股无处不在的地心引力。当引力变得异常沉重，哪怕你往燃料舱里倾注再多的央行购金新闻，这枚火箭也注定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市场永远比你看的那份新闻更复杂一层。这不是批评任何人，这是我走了几十年才走明白的一件事。年轻时候我也以为看懂了形势就能掌控局面，后来才发现看懂形势只是第一步，更难的是看懂你自己，你的资金体量，你的时间维度，你的信息位置，决定了你能在这张桌子上拿到什么牌。信息这件东西永远不是新闻上写的那一刻发生的。我在商场上有一个习惯，从塑料花厂的小工时代就开始了。我对市面上所有公开信息都抱有一种礼貌的怀疑，不是说那些信息是假的，而是说当一条信息变成了头条新闻，它的黄金期往往已经过了。这是金融市场一条残酷的铁律，信息永远有层级，而你站在最底层。让我还原一下黄金市场里一条信息从产生到传播的真实路径。某国央行决定增持黄金储备，这个决策可能在半年甚至1年前就已经悄悄通过场外交易开始执行。离央行最近手握大量资金的华尔街一级交易商，早就从隐秘的订单流中察觉到了资金动向，他们率先在纸黄金市场大量建仓多头，顺手买入黄金矿业股，悄无声息地推高了价格。随后嗅觉灵敏的宏观对冲基金通过爬取进出口海关数据，发现了这个信号，跟进布局。当这一连串资金布局初步完成，机构们开始盘算调整仓位的时候，新闻媒体才把这个消息作为重磅头条端到了你的面前。你看见新闻，兴奋地点击买入，你以为你在分享大国博弈的红利，实际上你只是在为那些早就上车的专业机构提供他们离场所需要的流动性。当你以为自己在追赶机会时，你其实是在帮别人送行。2013年，中国黄金市场曾发生过一个震惊全球的事件，被媒体称为中国大妈抢金。当时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暗示退出量化宽松，华尔街机构已经预判金价将大幅下行，开始在纸黄金市场建立空头仓位，金价随之出现了显著回调。无数中国普通投资者看到金价打折，凭借着抄底心理，在短短10天内买入了约300吨实体黄金，总金额超过1000亿人民币。媒体大篇幅报道了这一现象，盛赞普通老百姓的购买力打败了华尔街空头。但随后几年，金价在实际利率回升的引力下继续震荡下行。那批以为自己抄到了底的普通人，面临了多年的浮亏。我见过这种故事太多次了。
不是这些人不努力，不是他们不聪明，是他们在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市场里，用全部积蓄去博弈一个他们看不见全局的游戏。我年轻时做塑料花出口，很快发现了一件事：做生意最不能做的就是凭着道听途说去下注。不是说消息一定是假的，而是说当这条消息到了你耳朵里，它所代表的机会窗口，往往早就被先你一步的人填满了。我这辈子管理过许多不同性质的资产，有一件事是我最想对年轻人说清楚的：每一种资产都有它天生的脾气，你要做的是了解它的脾气，而不是强迫它变成另一种东西。黄金在成熟的资产配置体系里，扮演的是防御者的角色，对抗通货膨胀，对冲极端风险，在货币体系出现重大震荡时保全财富。根据过去数十年的真实历史数据，黄金的年化真实回报率大约在7%到8%之间，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长期配置工具，但很多散户是怎么对待它的？他们看了央行囤金的新闻，指望黄金能像科技股或加密货币一样，在短期内出现30%-50%的剧烈涨幅。他们用带着杠杆的期货差价合约去追涨杀跌，一个微小的回调就能让本金遭受重大损失。他们用几天、几周的短线投机心态去对赌一个宏观跨度长达10到20年的战略底牌。这就好像一个人把家里的消防用水拿来浇花，水是好水，花也是好花，但它们的用途错配了，等真的着火了，你拿什么救？我这一生中曾多次经历市场大震荡。1967年香港暴动时，很多人恐慌性地把手里的物业以极低的价格抛售。我那时候手头资金有限，但我观察了局势之后，静下心来继续持有，甚至在能力范围内逢低补仓。不是因为我天生勇敢，是因为我认清楚了一件事，这是实体资产，它的内在价值并没有改变，变的只是人心。恐慌的时候，资产被错误定价，通常是向下。理智的人在这种时候有所收获，但前提是你必须在此之前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你手里必须有足够的现金，才能在别人恐慌抛售时从容买入。这不是一夜之间的决定，这是日复一日的纪律积累出来的能力。你在好日子里留下的那把伞，才是坏日子里救你的那把伞。这与黄金市场的逻辑完全一致。各国央行花了数年时间，在实体市场里一点一点地积累战略储备。他们从来没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己要大举买入，因为真正有战略纵深的棋手，从不事先广而告之。他们只是在悄悄地、耐心地为10年、20年之后的极端情境做好最坏的打算。而散户看见的那条新闻，是这整个过程最末端的一个信号。一个人拿着过时的地图跑进陌生的丛林，却以为自己掌握了最新的地形。市场不会因为他努力就给他让路。我们来做一个更大的推论：去美元化是当今世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长期趋势。中国与沙特之间探讨的石油人民币结算，巴西与中国全面推进的本币直接贸易，背后共同的逻辑是各国正在试图为美元结算体系寻找替代通道。在一个逐渐变化的多极化货币世界里，当国与国之间的结算不再完全依赖美元，各方急需一个更中立的价值锚点。黄金天然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它的稀缺性由物理法则保证，每年新增开采量只占全球存量的1%到2%。这种不可人为操控的特性，让它成为主权货币体系最可靠的压舱石。在国家的战略棋局里，黄金是防御铠甲，不是进攻利剑。穿着铠甲的国家是在为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境构建生存底线。这件事
与今天金价是涨是跌没有直接关系。就像我当年决定在香港地产市场深耕布局，不是因为我预测到了回归后的繁荣，而是因为我判断香港的核心地理与经济地位是长期成立的。短期的价格波动不影响我对长期价值的判断，但我也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在自己的生涯里也走过弯路。有几次我以为自己看透了某个市场的底层逻辑，结果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关键变量。那几次我损失了金钱，但我学到的东西值得那个价格。任何一个在商场里走了足够久的人都必须承认一件事：市场的复杂程度永远超过最聪明的人的预判能力。你能做的是把这个不确定性纳入你的决策结构，而不是假装它不存在。承认自己不知道是智慧的起点，假装自己全知道是亏损的开始。那么对于普通的个人投资者，面对这样的市场结构应该怎么思考？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买入或卖出的建议，但我可以告诉你几个我认为值得想清楚的问题。第一，你有多少资金是你输得起并且愿意长期锁定的？那部分资金可以考虑配置在真正的价值储存工具里，包括实体黄金，不是期货合约，是实物，目的是对冲系统性风险，不是博短期收益。第二，你有多少资金是你短期内可能需要使用的，或者说你的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那部分资金最好远离一切高波动性资产。第三，在你决定进入任何一个市场之前，你是否清楚地知道你的对手是谁，他们的资金规模、信息优势和时间维度是否与你基本相当？如果差距太大，你进场的目的是交学费还是真正参与竞争？我年轻时最怕的不是看不到机会，最怕的是把自己看不懂的东西误认为机会。最后，我想说一件在财富讨论中很少被提到的事。这么多年里，我见过太多聪明的人，因为过于专注于寻找下一个爆发机会，而忽视了一件更根本的事：建立自己真正的能力护城河。金融市场是一个放大器，它放大你的正确判断，但也同等的放大你的认知缺陷。一个对商业逻辑、人性弱点、历史规律有深刻理解的人，在市场里犯错的机会，比那些纯粹凭情绪和新闻交易的人要小得多。读书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在你还没遇到某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有了思考它的框架。我这辈子戴的那块旧手表，不是因为我买不起新的，是因为我不需要用任何外在的东西来告诉自己或别人我是谁。一个人最大的资产是清醒地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面对当下这个全球央行疯狂囤金、纸黄金市场波诡云谲的时代，这个原则丝毫没有改变。你不需要搞懂每一个市场的每一条逻辑，你只需要搞懂你自己。你的钱从哪里来，应该去哪里，你能承受多大的波动，你的投资时间维度是多长。想清楚了这些，你就不会因为一条头条新闻而冲动，也不会因为别人赚钱而焦虑。央行那些沉甸甸的金条，安静地躺在地库里，不在乎今天的价格是高是低，他们等待的是10年、20年之后的某个极端时刻。而你的每一分钱，也应该找到它真正属于的位置。不是因为你看到了别人在买什么，而是因为你真正想清楚了这笔钱在这里是为了什么。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我见过很多人在市场的浪潮里起伏，有人乘风而上，有人消失不见。我一直记得一件事，当年那个在茶馆里端茶的少年什么都没有，连双合适的鞋子都没有，但他有一样东西，他从来不羡慕别人手里的牌，他只问一件事：我手里的牌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一生。你呢？